各位好，我是大宇，今天给大家聊一下索尼的这支大变焦镜头，FE 的24240。你好，过斑马线，安全。很多人叫这种大变焦镜头，特别是这种不是恒定光圈的大变焦镜头，称之为狗头。狗头最早呢是叫那些随机送的那个套头，画质也不是特别好。狗头，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就把这种画质不太好的镜头啊都叫做狗头。以前呢我们叫它天涯头，像这种就是旅游的镜头，我们曾经叫过驴头，在单反那个时代，但是现在呢就统一都叫狗头。大变焦的非恒定光圈的这种镜头，它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第一个价值就是它特别方便于学习摄影。是新手，你学习摄影，其实很多新手他都不了解什么光圈啊、ISO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买这么一支是吧？我愿意称之为这个摄影学习头的大变焦镜头，你就可以经常拍照片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使用什么样的焦段，从而就可以下一步再去采购一些那个焦段对应的好一些的这种镜头。如果你硬说这个镜头多么的狗，效果多么不好，那我也要挑战你一下。它就算是拉到10倍的长焦端，拍出来的这个效果也会比手机什么多少倍这个光学变焦拍出来的效果要强得多。不服咱们可以比一下，是吧？这个镜头因为它的光圈是会变的嘛，所以它在长焦端光圈会变小。那光圈变小，其实相对来说给它带来的影响，就一个是它的对焦会更难，因为它进光量少了；还有就是它可能它要提高它的 ISO， 这样就会导致画质的下降。那么怎么才能使这种大变焦的镜头发挥更高的作用？我认为就是用这种高感特别好的机身，比如说这个索尼的这个 ZV-E1，这个机身我是配了一个这种兔笼的配件，它这个状态呢，拿来配这个就还趁手一点。我也用这个，其实我开头的很多视频也都是用这套组合去拍的。如果用 ZV-E1这个机身，再配上这个索尼的24240这个镜头，
因为这个 ZV-11它在这个12800的 ISO 下，它的成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它甚至可以在夜晚使用这套组合。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拯救这种所谓摄影学习镜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了。如果你的摄影是以拍照为目的，而不是以画质为目的，觉得这个24-240还是非常的适合你使用的。虽然它在拍照的时候画质是比较弱的，但是如果你配上 ZV-11，再用来拿它拍视频，就会发现其实它的画质就没有那么弱了。因为你拍视频 4K 也就是800万的分辨率，这个是吧，绰绰有余。所以这个镜头的弱点就会一定程度的被规避掉。所以拍视频呢，我还是推荐这支镜头的。除了重量，这个镜头其实用起来还都是不错的。那这个镜头应该是快10年了，可能是2014年发布的。在2014年的时候，一卡口不像现在随便选了。当年呢，一卡口刚推出时间不久，它没有那么多镜头的覆盖，所以官方它就推出了这么一支可以覆盖的很全面的镜头，来让它的这个整套的系统可以做到覆盖全部的焦段。所以可能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的这个外观呢和性能，我认为在众多的狗头里也算是鹤立鸡群的，所以就尊称它一声为狗王。一方面呢，是因为它这个10倍光变，还有防抖；另一方面呢，就这个重量非常的重，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使用和拥有者的这种一种体力上的这个赞叹。狗王的主人体力一定是非常棒，所以才能带着它去爬山涉水。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吧？你不用换镜头，这24到240，你说你还用什么焦段？除非你要用以前佳能什么1224这种焦段，一般人其实也用不到。你真用到，你就拿手机拍嘛，那广角，这真的是一支镜头走天下，你就完全不用换镜头了。你在远处的东西你也拍得到，在近处的东西你也拍得到。那不是知乎上有个人回答的好吗？说当你在什么法国一个什么地方，你想着你花的那个门票，你拿着手里那个2470 G 大师，发现你连这个埃菲尔你也就能拍一个边儿，还不如旁边大妈用的那个华为10倍光变，你就会觉得这种大变焦镜头还是有意义的，一镜走天下。它的这个视频画质完全够打，没有必要说不行，因为配这种拍视频的相机，像我这个 ZV-11配上它，简直就是完美。就拿它拍视频，拍是吧？你反正也没必要视频那么大景深，就都拍清楚，挺好的，这就可以用。特别是拍风景，都可以用。它这个对焦确实原厂对焦不拉胯，我觉得除了这种弱光无主体的情况，可能这种 AI 对焦也发挥不了作用，它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主体，你就是要拍人，它是一点不拉胯，非常非常的强。这支镜头的缺点，首先就是重量，还有外变焦，特别的这个变长了之后，其实是有点丑，让人觉得好像用的人不是什么正经人，有点这种感觉。这种外变焦它不是很抗造啊，你想这个地方容易进灰啊或者进水啊这种情况，我这个拍样片的时候就遇到了下雨担心进水的情况，所以就没拍，就拍一半我就走了。还有就它这个外壳的材质虽然是金属的，但是它不如当下的镜头做的那么好。这个金属呢也容易，你看我这个放在包里就挤出了一个这种凹痕，我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楚，挤出了一个凹痕在这里。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这个我也恢复不了，感觉稍微有一点心里不舒服。为什么现在这个镜头会这么落寞，很冷门，现在几乎没人用？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画质的问题，因为最近这些年手机的影像发展的太迅速了，不是那么在乎画质的人就直接用手机拍照了，用全画幅的人呢都比较在乎画质，所以你又用了全画幅，又用了这支大变焦镜头，不是特别符合用户的逻辑，没人用它。现在非常的尴尬，它的画质是完全没有办法和腾龙的那支28-200对抗的。那它能和28-200对抗的，就是它在广角端多了4毫米，在长焦端多了40毫米，也就是它的这个变焦范围还是这个索尼一卡口，我不敢说是最大，应该算是原厂
最大的。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是不是都玩过小霸王学习机，它不是电脑，但是它能完成一些我们那时候叫 Basic 语言，好像还都不是 C 语言，它可以完成一些这种初级的编程的和电脑操作的或者打字的这种学习。所以它就像是那个小霸王学习机一样，它不是真的镜头，它是一个介于玩具和镜头之间的一个镜头，所以它是一个学习镜头，它是给人用来学习摄影、放松身心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索尼24240。有朋友留言说，他本来预算2万想买相机和镜头，后来看了我说相机和手机的那期视频，他就决定说用这个钱还是买一个新的这个手机，再用剩下的钱买一个运动相机来解决这个拍摄的这件事儿。那么我想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思路，你是不是可以用这支镜头？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拥有过任何一支全画幅的镜头，一个全画幅的微单，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到海鲜市场收一支，它这个价钱真的是很便宜，2500就覆盖全部的焦段。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它这个画质不太能打，但是如果你用 A73 拍一拍 1080p 100帧的视频，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镜头。甚至你可以拿它干一些活，比如拍一些规划宣传片，不需要大光圈，光线很好的环境里拍摄，所以这支镜头还是可以干这个活的。毕竟它有原厂的这个对焦。给这个朋友一个意见，其实你是可以考虑这套系统。你拿着它旅游，我认为可能5年之内它都能完成你的要求。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你也可以在留言里边留你的信箱，我会把这个原片发给你，方便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镜头的画质到底是怎么样的。旅行的意义是见识远处的风景和结交异乡的朋友。从这个角度说呢，我认为24240是一颗远可拍风景、近可拍人文的全能镜头。但是24240加全画幅机身这个过重的重量，还有真的是比较拉胯的这个长焦画质，我觉得是对旅行者无情的嘲讽。在这一点上，就是你看海鲜市场的售价就已经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很多人称呼它为狗头，也算是实至名归。好，基本就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对你有点帮助，也欢迎你点赞关注一下。奈特玩家227，我是大宇，谢谢大家，再见。